大家好，跟大家聊聊纾困金的情况。因为现任总统川普的声明，1月20日，后任总统拜登就上任。拜登日前说过要发第3次纾困金。在9个月前，美国民众收到第一张纾困支票1200美元，然后就是一波三折的第2次纾困金方案，终于在上个月通过。身边纽约的朋友大多都在1月1日收到第2张纾困支票的电子汇款。虽然金额减半到600美元，但在新冠病毒疫情之下，仍是能帮补一下的，也是值得高兴的。华府多天前还曾讨论是否将第2张纾困支票从600美元加码到2000美元，众院虽然通过，但却在参院卡关。但是美国失业率仍然很高，与2020年初相比，现在有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生活贫困，有关给予额外纾困的斗争也应该落幕了。昨天还由共和党掌握的参院拒绝让第2张纾困支票从600美元增加至2000美元。参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 Mitch McConnell 对提高纾困支票金额持反对态度。他说，该计划是向不需要帮助的人寄去数千美元。就在昨天美国国会纷扰之际，在乔治亚州的2席参议员选举中，民主党籍候选人华诺克和奥索夫相继击败共和党对手，为民主党参议院再添2席。两党都拿到50席参院席次，未来表决平手，副总统当选人贺锦丽将能投下关键票，等同民主党取得优势，睽违6年重新掌握参议院。这样的大获全胜，如同为近来大众日益关注的2000美元纾困支票议题带来胜利。参院民主党领袖舒默6日说，当我们的新科议员做定位后，我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发放2000美元纾困支票给美国家庭。他也宣布计划接任参院多数党领袖。总统当选人拜登在20日宣誓就职后，预料推出更多刺激措施，包括可能发放更高额的纾困金。后任总统拜登之前曾谈到第2张纾困600元支票，他说那只是他上任后对民众的头付款，预示着拜登上台后他将发第3次纾困金。在圣诞节前几天的一次记者会上，拜登谈到他的新冠病毒疫情拯救方案。一个记者问他是否包含进一步的直接付款给民众纾困，拜登说，看，这是个谈判问题，不过它是将会发生的，将会如此。对的，没错，当时国会还没有宣布拜登获胜，现在一切都尘埃落定，预计拜登不日就会发布第3次纾困金的预案。美国许多苦苦挣扎的民众一直渴望政府继续发送现金。美国劳工统计局调查发现，美国人民收到第1笔纾困金主要用于购买生活食品类杂货和支付水电费，维持基本生活。该项调查结果指出，有些人还使用这笔钱进行投资，或用于满足其他各种需求，其中可能包括购买负担得起的人寿保险，因为疫情期间寿险保单的销售激增。拜登发放第3笔纾困支票基本是铁定的。现在民主党赢得乔治亚州2席联邦参议员席位，在参院便形成两党50对50的均势。民主党可以靠兼任参院议长的副总统对重要议案便形成多数的优势。眼看600美元就要被提升到2000美元，第3次纾困金也有眉目了。希望下面这1年疫情可以快点退去，美国华人社区也可以获得新生。好了，这是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关注美国，了解纽约，请点赞订阅这个频道，谢谢您们的观看。